之前说明将使用调频方式由双向线性内插改为统一模式后，韧体更改需注意的观念与调频后所发生问题的状况诊断。嗨，欢迎来到 Slow， 我是 David。在换上 PEI 版后，原先使用的热床位置与新的位置有些微差距。这边就必须透过修改韧体来重新告知控制系统新热床的位置。同时，因为将调频方式也更新的关系，索性就将 Marlin 系统由2062版直接更新到目前最新的2093版，顺便将 UBL 相关的修正项目也一并更新。如果有想要尝试使用 UBL 的调频方式，可以从 Marlin 官网上发布的修改使用方式开始，连结会在下方资讯栏。这边会分享我在调整时碰到容易搞混的探针余域与网格内缩的差别，还有在设定上需要注意的部分。这边要说明我所使用的韧体在编排上可能会与 Marlin 上下载的有些微差异，请透过搜寻找到相对应的参数设定位置。Marlin 在设定标头档上也都会说明各区块所设定的内容。在机台设定当中，一定会设定到有关床大小的设定，如影片中看到的两个值 X bed size 与 Y bed size 都是300。这边就会告诉系统你的热床面积。同时，你可以透过搜寻找到 X mini pose、X max pose、Y mini pose 与 Y max pose 相关的参数设定。如果是透过已有的机台范例进行套用修改，内部已经会有出厂时厂商的设定范围，请注意未来调整范围时总量上不要改变。双向线性内插与统一调频都是透过建立一个网格，利用探针获取每网格上焦点的 Z 轴高度，并在猎鹰时及时调整的调频方法。目的是用来克服手动调频上的不准确与热床膨胀翘曲所造成的不平整。前面提到热床设定假设是300，就会有一张 X 与 Y 方向上都是0至300的热床猎鹰面积。到时在设定网格相关数值时，要特别记住不要设定超出这范围的数值。如果要移动整个网格，则必须透过修改 X 或 Y 的最小或最大的位置来平移整个网格位置。在影片中，我将 Y max pose 设定为与热床相同的300，但我在 Y mini pose 的位置则将数值设为-8。原来的设定是碰到极限开关的位置为0，也就是我移动了整个猎鹰面积往 Y 轴正方向8毫米。接下来说明探针余域。探针余域是用来告诉系统，在整张热床最边缘的位置，探针最好不要进行测量的边界内缩，目的是用来防止探针感测到热床上固定用的夹具或是任何不是热床平面上的东西。这边的设定为实际热床的内缩范围。再来是网格内缩，跟刚刚的探针余域不同在于，网格内缩是针对虚拟，也就是系统所定义的网格范围，用意跟探针余域差不多，但可以内缩比探针余域要来的更多，来裁掉较外缘、受热较差的热床。同时，在设定网格大小时，要注意不要超出热床面积范围，以免未来在测量时会直接忽略。在设定方面结束后，将韧体刷新至主板，并确认机台其他功能能正常运作后，再来开始确认 UBL 相关的功能。确认 UBL 相关功能，建议使用之前介绍的 Counterface 来执行 G-Code。在开始时，先下一次 M502， 将所有设定重置成韧体设定，接着以 G28 进行归零，然后使用 G29T0 来确保目前的网格点都是0的状态。可以看到我设定的为 15×15 的网格点。确认网格点归零后，输入 G29P1
进行自动测量。探针会在可以测量到的点位进行测量。这边的测量位置是透过探针进行测量。未来在同点的位置上会由喷头取代探针位置进行移动。所以在韧体设定时，记得设定好探针与喷头的平移方向。测量出来的点位会因为探针与喷头的位置不同，所以有些点位是喷头能达到，但探针达不到的位置。此时探针就不会测量这些点位而直接留白。重新输入 G29T0 可以看到部分的点位为空白的。接下来利用 G29P3 透过韧体自行填入空缺的数值。这动作可能需要多次才能将全部的点位填满。然后接下来输入 G29P5 来看看平均值，并透过刚刚得到的平均值 C 来输入 G29P6 负 C 来平移你的网格。接着使用 G29S0 来将网格储存在第0储存槽中。接下来 G29A 来启用 UBL、M500 储存设定与 M501 套用。正常的步骤就到这里结束了。未来在列印前，只需要在开始 G 扣中 G28 之后执行 G29L0 与 G29A， 就可以正常套用已储存的网格，并执行列印。如果测量出来的有如之前使用百分表测量出来的表面分布差不多，表示调频整体功能正常。如果像我测量出来可以看出整张热床是倾斜的，可以再一次确认热床是否没有调频，考虑将热床加热后再重新调频与执行测量。再次测量后，如果发现热床还是有明显的歪斜，那问题就不在热床。再经过 Marlin 成员的说明，韧体本身是假设探针是安装在完整调整过的机构上，所以当热床的移动本身有扭转的情况下，探针测量出来的位置就会是倾斜的。这边就算使用 G29J 进行3点以上的倾斜校正，也只会让网格往更糟糕的角度移动。扭转的轴因为不是弯折，所以透过直尺对齐的方式也无法测量出来。成员指出，通常这种情况多发于使用铝脊型与 POM 轮的机台轴上，所以未来在机台维修上都必须考量更换原来的铝脊型，同时安装线轨来降低未来机构轴的扭曲变形。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与技术交流，有不同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下次见。